我来吃饭，大家应该刚开始看到这个肉块都会觉得它要一整颗吃下去，但是你看它可以咬成一半，超轻松，超轻松。Enjoy yourself, enjoy yourself. Just leave me for somebody else.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澳洲封城的第3个礼拜。基本上呢，每个餐厅也都在努力的生存下去，因为不能内用的关系，大家都在用不同的形式做生意，像是外带啊或外送。然后刚好就有一个朋友在日式烧烤店工作，然后他们最近就推出那种密封包装的生和牛，等下就要出发去拿回来料理。然后，因为现在有限制出境的关系，所以如果你没有正当理由，基本上是不能出门的。希望说呢，出去买和牛算是一个正当理由。如果被警察临检的时候，应该合理哦。那我们就出去拿和牛。出发。I know what it feels like.好了，我们已经拿到牛肉了。我们有牛骰子肉，就是牛切大块，最贵的日式和牛。那这是牛舌，雪花、板腱、横膈膜，有点像牛的横膈膜。那我们今天应该就用雪花干煎5分熟，沾温泉蛋。然后这牛骰子是好的部位，那我们就用这个少分量做一个黑胡椒炒牛肉，家常，对吧？很过分，拿这么好的肉，黑胡椒炒牛肉，所以要做一个黑胡椒炒5分熟的牛肉。我们用这个来做黑胡椒牛骰子。材料呢，黑胡椒酱一定要有黑胡椒嘛。那我们准备了一点青菜、青椒、洋葱丝、辣椒跟大蒜，还有1块奶油。我们走西式的黑胡椒酱。那我们用温泉蛋做雪花牛。温泉蛋的部分呢，我今天就会教大家做一个简易版的温泉蛋。那当然我们有一个柴鱼酱汁、七味粉。然后盐是我们一定要的。然后那为什么观众看到我们还有另外2片肉呢？因为真的忍不住，这2片肉干煎一定就超好吃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直接先试，就不用煎太久。打点盐，是因为它很薄，它是日式烧肉片嘛，所以你要看它表面出水了，蓬起来了，有没有？表面出水了，我们就翻面。出锅。非常嫩，日本和牛，10秒，9、8、6、5、4、3、2，5分熟的。好油哦。I don't like this game. You
磨到霍霍像猪羊，吃咯，嫩度刚刚好。你讲好了，我不要讲。我觉得因为这个雪花牛很油，而且肉很大片，配上这个蛋有解腻的感觉，而且原来温泉蛋那么容易，就是很简单，其实你只要温度掌控好就好。你要做1颗2颗，都还可以用这样很 casual 的方法。可是我觉得4颗以上，我就推荐你一定要把温度掌控好，因为当你4颗蛋一起下水的时候，水的温度就会降得有点快。好。你要讲瓶黑胡椒吗？这种骰子牛，可能因为我之前自己烤都会觉得它很老，可是这个我刚刚一咬它就断掉，它就变成一半嘞。那个油就直接化开。我来示范，大家应该刚开始看到这个肉块都会觉得它要一整颗吃下去，但是你看它可以咬成一半，超轻松，超轻松。重点是我有吓到。如果你在夜市吃的骰子牛啊，那牛都不是什么太厉害的牛，这个是真的和牛的骰子牛。是没有评到你的黑胡椒酱，这个就是铁板烧会出现的那种黑胡椒酱。可是好吃的吧，也是好吃的吧？可是有吃过铁板烧的黑胡椒酱是难吃的吗？没有，还有一个奶油味。最后一片呢，1人1半。所以这一集就是看我们吃和牛。虽然这个日本料理店是小鹿的朋友负责的嘛，所以才会请我们这样拍这支影片，所以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我们第一支业配嘛。用影片剪辑与拍摄的工作换取到5包牛肉。那就今天就先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Enjoy yourself.